同时，从3大方向上对中国发起猛烈攻势，美军对华新招式又说明了什么？结论或许会大大出乎你的意料，这是美军认怂的证据。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，美国对抗遏制中国的决心也日益高涨。不久之前，美国就通过了一项法案，确定举起同中国全面对抗的旗帜。而后，美国更是对中国发起了看似极为猛烈的攻势。据南海战略感知态势消息称，日前美军出动5架侦察机，同时逼近中国沿海，在黄海、东海以及南部海域等3个方向上对中国展开相应的侦察行动。尽管美军这样的抵近侦察行动并不少见，但是同时从3大方向上对中国发动攻势的情况却十分罕见。分析人士指出，这可以认为是美军对抗中国的新战法。难道美军真的想挑起一场与中国的全面冲突吗？结果或许并不是这样。此前，美国媒体曾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，分析中美之间可能爆发冲突的4个方向，其中3个方向同美军机最新侦察的方向相吻合，也就是黄海、东海以及南部海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3大方向并不是美媒认为的最可能爆发冲突的地点。在美媒看来，中美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点是在台海方向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美军此次挑衅故意避开了这一方向。究竟美军是真想挑衅，还是故意虚张声势呢？美国总统拜登的最新讲话或许能很好的进行解答。日前，拜登在一场演讲上表示，美国所做的一系列努力都是为了保持美国的全球竞争力。在对待中国问题上，美国会同中国竞争，但不会寻求冲突。当然，肯定有人质疑美国这一说法的真实性，很大程度上，这应该是美国迫于现实的缓兵之计。因为就目前形势而言，美国若是想同中国爆发一场全面冲突，其下场必定以美国惨败告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知道，在现代战争中，曾经陆战为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制空权和制海权。而在这2大方面，美军现在都有着不得不予以重视的劣势。首先，在海军上，美军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·吉尔迪上将表示，美国海军已经无法像上世纪那样部署海军，美军现在需要认清这样的现实，并相应的做出一些改变。而在空军上，一旦美国与中国发生战事，美国空军只能选择靠边站，受制于作战距离。美国空军想要对远在大洋另一端的中国进行打击，并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尽管其在日本以及关岛等都建有一定数量的军事基地，但是这都不能完全弥补这一作战距离的劣势。可见美国现在认怂是真的，但也只是暂时的。中国所要做的是坚定走好自己的路，并保持高度警惕。说到菲律宾，还真是一口想要吐槽的话都不知道要从哪里先说。但是最近菲律宾的一番操作，再次把笔者梗的是上不上下不下的，着实令人想要口吐芬芳。都知道菲律宾向来善于变脸，经常是一面抱美国大腿，对中国指手画脚，蹦跶在针对中国的第一线。就比如前段时间的牛阿胶事件，菲律宾就在明明中国已经回应了这次意外事件后，还非要抓着中国不放，甚至扬言要派出军舰编队到南海演习，并在必要时刻直接开火，试图以武力威胁中国。虽然明白的人都知道菲律宾最近正在换届过程中，所以需要美国掌握的那一部分选票，但是菲律宾变脸着实是快。要知道，在这之前，菲律宾才接收来自中国的疫苗，甚至大肆感谢中国，甚至在1月前，菲律宾还称中菲友谊牢不可破，结果转头就变脸了。当然可以理解小国无奈，菲律宾的功利心重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毛病，毕竟咱们不需要和他们结成什么联盟，只需要做点生意就好。所以中国在对待菲律宾的时候一直是口头劝诫，从来没有添加特别大的压力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菲律宾似乎真当中国是病猫了。菲防长前面在推特上直接指着中国放粗话，要求中国渔船滚出牛阿胶，结果后面菲律宾的总统却出来打圆场，称中国是恩人，不能因为双方有冲突就能无理。说实话，菲律宾对中国无理又岂止这1-2件事，而这一次在菲总统打圆场后，隔天菲防长就一改前面的态度，在推文中向中国致歉，表示王毅外长是他的偶像，这还真是能屈能伸，不愧是菲律宾一派作风。说句网络用语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慨：四川变脸，没你我不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菲律宾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事儿呢？有分析人士表示，随着最近南海动作愈加频繁，菲律宾那颗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，企图继续算计中国。虽然之后菲总统出来打圆场，但是言下之意明显就是还不能把中国得罪狠了，不然那就没有好处了。当然也不能排除是一次唱双簧的试探，试探中菲之后的合作是否会受到影响。毕竟有菲律宾总统的这个圆场，中国外交部在回应的时候就只能客气了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就只能是这样了，希望菲方有关人士发表言论能够符合礼仪身份。菲总统说的对，中菲之间在个别问题上的矛盾不影响双方友好合作。所以说菲律宾还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，一面指责中国，还一面向中国伸手要好处。就像网友说的一样，菲律宾果然是欠缺了一顿毒打。
近期美国不断拉拢一些国家，试图联合北约一同干扰中国，在一定程度上用这种手法来保证自己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。在我们看来，引起世界和平局势的动荡不安，可能是美国最真实的想法。一些小国家为了想更顺利的发展，想踏上美国这一列车，纷纷向美国靠拢。起初中方一直在警告，但是次数多了也懒得去说了，果断派出舰队同等对待。据《环球时报》援引日本有关网站报道，日本自卫队在宫古岛以南海域进行巡逻的时候，发现了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。编队其中包括航母辽宁号、055大型驱逐舰南昌舰、2艘052D 型驱逐舰、1艘054A 护卫舰和1艘091型补给舰。舰队由南向北穿越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，随后进入东海进行演练。据报道，这一航行被日本媒体认为是在测试日本自卫队的反应速度。有趣的是，辽宁舰在航行的途中被紧跟不舍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不会轻易的发起争端，但日本方面看上去还是非常谨慎。据分析，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了1艘驱逐舰和1架战斗机对辽宁舰编队进行紧密的跟踪监视，并且进行有关信息的收集。之后，辽宁舰起飞1架舰载预警直升机向中国赤尾域约100公里处飞行，日本海上自卫队也紧跟其后，马上派战斗机进行跟随。从这上面便不难看出，日本面对中国舰队航行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，对中国的海军有所防范和密切关注。其实辽宁舰已经不是第一次经过宫古海峡了，早在4月初就曾经过宫古海峡。当时中国海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寇秀成就明确表示，中国海军近期组织的辽宁舰编队在周边海域进行航行和训练，是根据工作计划在有序的进行工作任务，并没有任何展示舰队或者对其他国家有威胁的意思。训练任务只是为了提高和适应舰队的作战意识，观察舰队训练效果，从这根本上有利于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、安全利益，而并不存在任何军事威胁，所以不必过多的注意。虽说日本方面高度的紧张害怕中国会有所行动，只是紧张过头了，但是按事实分析来看，日本海军自卫队有这样的反应也是正常的。毕竟中国海军近年来发展迅速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，并且国际人士也明白中国有着大国的胸怀，并不会对一个岛国进行攻击，因为中国眼里对这样的一个小国并不感兴趣。有巴西军事观察人士说道，中国舰队在宫古海峡只是正常自由航行，日本并不用过多分析，中国并不会去攻击一个资源缺乏的岛国，自卫队的随行是他们自己反应过度了。正如这位军事观察人士所说，中国有着大国的气度，不会想着去报仇，只要在中国利益不受侵犯的情况下，并不会主动发起攻击。日本只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岛国，中国面对更强大的国家，才会想着怎么吸收经验去挑战更强的自己。众所周知，自从安克雷奇中美会晤结束之后，两国之间的斗争就越来越激烈。而拜登政府上台已经超过100多天，却仍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对华战略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理解现在的中美关系呢？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，就对中美关系做出了最新表态。据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当地时间5月3日，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中美双方在多个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共同利益，并且美国将希望与中国进行一次深入谈话，以减少双方之间存在的误会。同时，布林肯还强调了，在涉及台海问题上，美国将一直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。但实际上，美国的行动却与他们说的截然相反。在7国集团外长会议上，布林肯先是指出，美国的目标并不是为了遏制中国，而是为了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。然后话锋一转，又称中国是唯一具备挑战国际秩序能力的国家，因此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让中国遵守规则，使国际秩序不被破坏。很显然，美国这一套言论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霸权地位所找的借口而已。要说谁总是破坏国际秩序，美国认第一，没人敢认第二。他们不仅从各种国际组织和条约中退出，还到处拉帮结派搞对抗，甚至还粗暴地干涉他国内政。现在却又把所有脏水泼到中国头上，美化自己的霸权行为，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。对此，我国肯定是不能容忍的，必须要用实际行动来予以反击。根据中国国防部5月2日发布的消息，已证实了我国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正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训练。这就意味着，加上之前就在该海域训练的辽宁舰航母编队，我国双航母均已出动。对此，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，中国海军罕见的同时展开双航母出巡，就是对美军的反击，让其知道，在南海主权问题上，中国是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压力。而事实上，我国也确实需要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向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展示我军捍卫主权的决心和实力了。虽然美国声称不愿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，但是种种迹象却表明他们在处处针对中国，所以我国必须做好战斗准备，
让他们知道中国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，任何人都不能动摇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与信心。